家好，我是 Hera，这是思维。Hi Hera，嗨，大家好，又见面了。好的呢，这周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Nebula Operator，先请思维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Hera，那我们先从什么是一个 Kubernetes 的 operator 开始说起。我们知道，在 Kubernetes 下，我们需要人为的去维护各种各样多层次的资源。然后，比如说做生命周期管理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多种各样的资源、各个层面的资源做操作。那 Kubernetes 里边有一个 control loop，帮我们按照这个资源的一个状态的变化，去帮我们应用相应的运维的操作。那一般来说，对于复杂的应用呢，我们不只需要管这么多复杂的资源，我们同时还需要对应用层面做一些对应的操作。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说 Nebula Graph，我们还需要做一些数据的平衡啊等等的操作。那对于运维人员的话，复杂的操作即使在 Kubernetes 上依然是很不容易的。那所以在 Kubernetes 的生态下呢，产生了一个叫 operator 的这样的一个 pattern。有了 operator 呢，我们可以把复杂应用的一些运维的工作做得更抽象、更自动化。我们通过自定义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字段，可以把应用上层的东西抽象出来，而让 operator 帮我们去做底层资源的一些状态的更改。我们去扩展了 Kubernetes 的 control loop， 让它能够去处理和 hook 调动相应的这个复杂应用上面的一些资源的操作。同时呢，这个 operator 也会按照我们一些变化的一些条件，去自动的帮我们去调用相应的应用层面的 API， 不只是 Kubernetes 上的 API， 就使得我们运维的操作更加的自动化、省力，更不容易出错。那什么是 Nebula Operator 呢？很自然，那它就是我们针对 Nebula Graph 专门做的 Kubernetes 的 Operator。有了它之后呢，我们扩充了 K8s 上的控制面的一个逻辑，就可以非常容易的、更容易的去做 Graph 的部署、安装啊、配置、再配置，或者是扩缩容，或者是升级、降级，或者是 failover， 或者是备份恢复等等复杂的操作。所以 Nebula Graph 的 Operator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好的，那了解了之后，可以给我们讲一下怎么使用 Nebula Operator 吗？具体的。好的 Hera， 那怎么使用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在已经有的 Kubernetes 的环境上呢，安装上这个 operator 本身啊，从而达到这个扩展，并且在上面去操作上面定义的 CRD 就可以做操作。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 Kubernetes， 我们先去安装，安装之前我们要把它的一些依赖，我们 Nebula 的 operator 呢会依赖现在来说3个组件，我们把它安装之后呢，直接通过 Helm 一键就可以把我们 Nebula operator 的扩展拉起来。那拉起来之后就比较容易了，我们对于整个集群的操作呢，就只需要关注这样一个 CRD 下面的一些参数，就在这个层面做操作，就可以做一些运维的工作。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去扩缩容 GraphD， 那我们注意到现在 Graph 的 replicas 是1，我们比如说把它改成3，apply 这个 YAML 文件，那它会 operator 会自动去比较这个 diff， 然后帮我们自动的去扩容出来额外的2个 GraphD。做升级呀、降级等等其他一系列复杂的应用，包括自动的 failover， 比如说我们可以人为的假造生产环境里边的一些失败的情况，我们可以 kill 掉一个 GraphD 的一个 pod， 那 operator 会自动的检测出来这个区别，它会帮我们自动的去恢复、修复，再创建一个新的这样一个 pod， 所以这就是怎么样去使用 operator 的那个介绍。好的呢，听起来 operator 非常的方便。那在生产环境，如果使用二进制部署方式和 Nebula Operator 部署，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在二进制使用的情况，其实本质上它底层运行的都是 Nebula Graph 的一个应用。那在二进制或者我们叫 bare metal 的情况下呢，它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没有容器化部署。那所以有很多 Kubernetes 或者容器带来的易用性的部分呢，我们就失掉了。其他方面呢，就是配置，比如说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用过 CRD 去抽象了我们整个 Nebula cluster， 其实它的配置的格式也有所变化，因为我们通过了 Kubernetes 里面的 config 的一个 key value 的一个 mapping， 把它对应到了实际上我们 Nebula Graph 的一些配置文件，所以它的格式有点区别。我们一个是要管理那个配置文件，一个是只需要管理我们的 YAML 上 key value 的对儿。还有就是升级、备份，还有自愈等等的话，我们可能如果是 bare metal 部署的话，我们需要自己去写脚本去控制，然后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其他脚本的调用。但是在有了 operator 的话，我们只需要在 operator 这个 YAML 里边去定义一些资源就可以了。好的，谢谢思维的讲解。那还有一个可能就，大家也比较关心，在性能上，它们又有什么差异吗？它们之间？性能上呢，首先就说我们在 Kubernetes 里边是容器化部署。那其实我们知道容器化带来的损耗是很小的，它不像某些 hypervisor 的虚拟化。
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是因为我们如果通过 operator 去安装的话，我们实际上又安装了一些控制面的一些 workload。那这些比如说 operator 的一些 controller 呀，或者甚至我们带了一些编车的一些东西，就这些东西实际上是需要耗费 CPU 和内存的资源的，那它是有一部分代价。那当然它带来了便利性，但是我们整个 data plan 我们的数据层面的损耗实际上是可以认为是很少的。那值得提的一点就是。Nebula Graph 我们是基于底层是 RuxDB，它其实是基于 SSD 的一种假设的一种设计。如果我们一些 Kubernetes 的云环境，它用的 PV，它的那些 volume，如果不是本地的 SSD 的话，比如它是一个网盘的话，那理论上它是没有我们在 bare metal 上用本地的 SSD 能有一样的性能的。当然，我们其实用了 Kubernetes，依然是可以通过用 local PV 的方式来做到一样的性能，所以这个是可以值得注意的一点。好的好的，谢谢你的讲解。哎，那如果就是想试一下 Nebula Operator，有什么快速用起来的方法吗？我们知道，虽然在运维上，我们 Day 1、Day 2的操作有了 Operator 会变得非常容易、非常轻松，但实际上 Operator 它本身的复杂度的增加，使得它的部署看起来没有那么容易，尤其它还依赖 Kubernetes 以及 Kubernetes 上的一系列的东西。如果对于新手来说想快速的尝鲜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官方的一个文章。首先就是上面这个文章是对 operator 的一个详细的介绍，是我们的开发乔丽同学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介绍。其次，第二篇文章呢是张威同学做了一个上手的一个介绍，你可以仿照这个文章的在阿里云上方便的去部署一套 Nebula operator 的环境。那第三个我想介绍的话，也可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个人写的一个小项目，我利用了kind 这样一个 Kubernetes 里边的一个兴趣小组叫 Kubernetes in Docker。可以借助我的这个小项目，你可以一键的在一个比如说 Google 云上的一个8G 内存的一个单机上，一键的帮你自动的部署 Docker 之上的 Kubernetes， 并且部署之上的所有的依赖，包括 Helm、Search Manager， 还有 local 的 volume， 然后在这之上帮我们部署 operator， 以及在这之上去部署一个 cluster， 有点绕。它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你快速一键尝鲜 operator 的一个方式。好的，那我补充一下，刚才思维说的 Nebula Operator Kind 可以在思维的个人网站思维.io 里面去找到资源，可以先去尝试一下，然后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疑惑都可以和我们沟通，在微信在论坛我们都会回复大家的。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思维，再见。谢谢，拜拜。